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我是一彩，和你一起了解生活，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这期分享的内容是富冈佳子的穿搭，已明确告诉你，年过半百，色不过三，穿裙不遮脚踝，老了更优雅知性。希望你喜欢，订阅支持。尽管富冈佳子已经50多岁了，她仍然频繁出现在时尚杂志的封面上。许多人认为一旦过了50岁，生活就定型了，于是不再注重打扮。对于有这种想法的中年女人，不妨看看富冈佳子的装扮，你会发现即使到了中年，女人的生活也可以比你想象的更加精彩。1. 女人老了，学富冈佳子色不过三搭配才高级。很多女人看起来老气，并不一定是因为年纪大了，而是她们没有意识到颜色搭配在穿衣打扮中的重要性。这些女人在搭配衣服时，常常会把一些鲜艳的颜色混在一起穿，结果就是让整体看起来很乱。这样一来，不仅影响了气质，还很显老。然而，看看富冈佳子，虽然她已经50多岁了，但她看起来一点都不老，这是因为她很懂得如何搭配颜色。她的穿衣原则是色不过三，这样既简单又高级，给人留下很好的视觉印象。1. 深浅结合，富冈佳子为中老年女人展示了如何色不过三。她的穿搭示范适合大多数亚洲女人，她通过深浅颜色的搭配，让整体造型显得有层次感，同时看起来更加简洁和专业。它还会根据季节变化来调整颜色的选择，比如现在是春天，它建议选择柔和自然的色调，例如米白色、浅灰色、浅蓝色和淡粉色。这些颜色让人感觉像是春天万物复苏，给人舒适和亲切的感觉。此外，它还推荐使用一些深色但明亮的辅助色，比如深蓝色、明黄色和棕色。这些颜色可以作为点缀，为整体造型增加亮点，同时提高视觉吸引力。2. 经典色加时髦色，除了深浅颜色的搭配，我们还可以尝试经典颜色和流行颜色的组合。比如黑白配色是经典中的经典，无论哪个年龄段的人穿，都是衣橱里拿得出手的搭配，而且还能无形中营造出一种高级的感觉。当然，除了黑白配色，我们也可以尝试粉色，特别是在春天，粉色搭配干净的白色非常合适。但是选择粉色时要注意，不要选颜色太鲜艳的，要选颜色柔和的淡粉色，这样才不会显得皮肤暗沉。这样无论是上衣还是下装，穿上粉色都不会让人觉得你在刻意装嫩，反而会显得更有活力。3. 上下 I 型顺色，对于身材丰满、稍微发福的中老年女人，可以尝试富冈佳子推荐的 I 型顺色搭配方法。这种搭配方式指的是上衣和下装选择相同颜色的衣物，这样可以让身形看起来更加修长。如果想要显得更苗条，可以选择深色系的衣物。为了打破沉闷，可以在上衣部分加入一些浅色的点缀，这样不仅能够突出好身材，还能增添一些时尚感。当然，如果深色系不是你的菜，浅色系也是不错的选择。搭配方法和深色系一样，关键在于保持上下装颜色一致。不过，无论是选择深色还是浅色，建议挑选长度超过膝盖的单品，这样可以避免身形被截断，保持整体的 I 字形效果，让整体看起来更加简洁利落。2. 色不过三，如何显得更高级？ 1. 依靠面料取胜，颜色和面料在穿衣搭配中都很关键，即使穿的衣服款式相似，面料的好坏也能让人一眼看出差别。尤其到了天气变暖，脱下厚重外套，换上轻薄衣物时，面料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了。比如春天常见的针织开衫，很多人穿上后看起来并不精致，反而显得臃肿，
美感全无。这往往是因为选了质地粗糙的粗针织开衫，再加上过长的款式，自然就会显得人胖。相比之下，细针织开衫是个更好的选择，它不仅手感柔软舒适，还能很好地遮盖手臂上的赘肉，清洗后也不容易起球。选择长度刚好遮住臀部的款式，即使有小肚子也能巧妙隐藏。这样的衣服不仅看起来高级，还能在视觉上拉长身形，完全没有廉价的感觉。2. 依靠剪裁取胜。除了衣服的布料，裁剪方式也对服装的外观和穿着效果有很大影响。复杂的装饰性裁剪既不美观，也不适合每个人，甚至影响一个人的气质。相比之下，像富冈佳子那样的服装设计，以简洁的直线条为主，强调服装的轮廓感，这样的设计往往更适合大多数人。她穿的衬衫线条简洁明了，这种细节上的精细裁剪可以帮助中老年女人解决身材发福带来的困扰。这样的衣服可以让整个人看起来精神焕发，完全不必担心有老气感。3. 富冈佳子穿裙不遮脚踝有秘诀。1. 裙长与版型很关键。首先不遮脚踝，但要过膝。仔细观察富冈佳子的服装，你会发现她经常穿的是膝盖以下的长裙。这样的选择有几个原因。首先，随着年龄的增长，腿部的线条会发生变化，穿短裙不太合适。其次，对于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穿短裙显得不够端庄，过膝长裙正好满足了中老年女人想要穿裙子的愿望，同时也消除了她们的顾虑。但这并不意味着裙子越长越好，因为过长的裙子会让人看起来拖沓，特别是对于身材较矮的人来说，过长的裙子还有让人看起来更矮。富冈佳子选择的过膝长裙长度恰到好处，刚好露出最细的小腿部分。有时候露出一些皮肤的穿着方式可以在视觉上显得更瘦，而且这种风格也与中老年女人的优雅气质非常相配。其次，连衣裙和半身裙版型选择不一样，裙子的长度和款式对我们穿衣搭配都有很大的影响。连衣裙最好选择直线型和 X 型的，这两种款式既不太紧身，也留有一定的宽松度。当我们穿直线型的连衣裙时，可以选择单独穿，也可以在腰部加上一条腰带。这样做既可以突出腰部线条，还能为整体搭配增加层次感。而 X 型的连衣裙本身就设计有收腰效果，所以通常不需要额外添加腰带，以免过于繁琐。除了连衣裙，许多人也喜欢穿半身裙。挑选半身裙时，很多人都会选择高腰款，因为这样可以遮住小肚子。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挑选裙子的款式，比如 A 字型的半身裙，它的下摆很宽松，适合腿粗或者胯宽的人穿，也可以遮掩不完美的腿型。你可以选择纯色的，也可以选择有百褶设计的半身裙。对于想要展现女人魅力的中老年女人，鱼尾型的半身裙非常合适。这种裙子上身比较贴身，下摆像鱼尾一样散开，走路时特别能展现出成熟女人的优雅气质。2. 穿裙不披发。很多人在穿裙子的时候喜欢披着头发，认为这样能更好地营造出一种氛围感。确实，这种发型对年轻的女人来说很合适。然而，对于中老年女人来说，披发会让面部的皱纹和皮肤松弛更加明显，特别是对于身材娇小的女人，披发还让她们看起来更矮，即使穿着再漂亮的裙子，也难以展现美感。相比之下，像富冈佳子那样选择短发更合适。短发让人看起来更干练利落，还能提升视觉焦点，减少面部的疲惫感。剪短发并不意味着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很多人初次尝试短发时，会选择一种简单的一刀切发型，但这种做法往往会让发型显得过时，
实际上，好看的短发需要一定的蓬松感，你可以用卷发棒将头发烫出微卷，这样既增加了蓬松感，也带来了层次感。但要注意，不要烫成小卷，否则会显得老气。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烫发，只需加上一个刘海，特别是如果你担心发际线过高，刘海可以有效地遮盖这个问题。3/7分或侧分的刘海都是不错的选择，它们可以避免发型显得过于沉重，同时还能遮盖太阳穴凹陷的问题。在剪短发时，长度的选择也很重要，尽量避免剪到尴尬的位置，选择齐肩长度或耳边长度会更协调，也能更好地修饰脸型。此外，短发的日常护理也很关键。如果头发看起来干枯，即使剪了短发，也很难提升你的形象。4. 富冈佳子穿长款，简洁又优雅。1. 宽松长衫优雅减龄，选对版型最重要。和短发一起承担气质主力军的还有各类长款服装。一起看看富冈佳子的衣橱里都有哪些长款服装吧。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长风衣和长西装等长款上衣。挑选这些长款服装时，版型的选择至关重要。对于 H 型的身材，应该选择那些剪裁瘦长的；如果是 A 型身材，那么应该挑选那些挺阔且设计简约的款式，而 X 型身材的人则适合选择那些可以搭配腰带穿着的外衣。2. 高腰长裤遮肉气质，认准纯色硬挺款。像大多数人一样，富冈佳子的衣柜里也摆满了各种长裤，不过她挑选裤子时更加注重细节，高腰设计加上厚实硬挺的面料，这样的长裤穿起来更能遮掩身材的不足，同时显得更有质感。直筒型的阔腿裤、长度到脚踝的烟管裤以及露出脚踝的微喇裤，这些款式让中年女人看起来更加端庄稳重。5. 一身长款还利落，全靠这些穿衣逻辑。1. 不必强调死板的比例，灵活使用高腰线。想要穿出富冈佳子那样的长款服装风格，掌握正确的搭配技巧很重要，这样你离理想中的成熟造型就更近了。记住，上衣和下装的长度搭配不必严格遵循3/7分或4/6分的比例，关键在于灵活运用高腰线来打造更时尚的造型。例如，如果你穿的是修身或轻薄的上衣，可以把它塞进裤子里，这样可以突出腰线，显得更高挑。如果你的上衣下摆比较紧，那么搭配一条长裙或长裤时，可以将上衣下摆往上拉，这样也能达到显高的效果。此外，选择同色系或连体的服装，再配上一条腰带，这已经成为时尚的标配了。2. 上长下长的搭配，重要的是层次。长款要拒绝单调，层次感也不能少。比如，可以将一件低领或刚好在腰部附近的上衣叠穿在内搭之上，露出一部分领口或下摆，这是一种很常见的搭配方法。对于直筒型的长裙，如果长度超过膝盖但不到脚踝，或者长款服装的下摆带有开叉，富冈佳子会尝试将裙裤叠穿在一起，这种做法很大胆。另外，宽松的外套也可以通过内外叠穿来露出腰线，这样既时尚又实用。3. 上下长款加松紧对比，气质还能显身材。尽管很喜欢长款的服装，但松紧搭配也有它的优势。比如，富冈佳子特别喜欢穿长裙配紧身裤，或者长衫搭配紧身的内搭，这种上宽下紧或上紧下宽的搭配方式，松紧对比的穿法还可以根据个人的体型来选择。如果腿部比较细，可以选择紧身的裤子；如果腰部比较细，那么穿上有收腰设计的上衣或连衣裙会很合适。无论年龄大小，每个人都有权利展现自己的好身材。6. 富冈佳子的美丽杀手锏，短发和长衣合作。1.
短发和服装间用露肤过渡，清爽减龄。富冈佳子的穿衣哲学很简单，发要短，衣要长，但关键是要把这2点搭配得当。她特别喜欢用脖子的裸露部分来连接短发和长款衣服，比如她会穿高领上衣来搭配耳朵上方的短发。如果上衣有复杂的印花或者设计元素，她会选择大领口的衣服露出脖子。对于那些简单的衬衫或 T 恤，她会增加脖子的裸露面积，甚至露出锁骨，这样也能让整体造型更加出彩。2. 厚重型服装用肩颈配饰平衡量感。有时候短发的量感太小，但长款服装又过于厚重，就容易显得头身比不协调。来看看富冈佳子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她会用一些有分量的肩颈配饰，比如丝巾、披肩或者围巾，来和衣服进行叠搭。如果选择丝巾，她会挑选和衣服颜色相近的，而如果用披肩或围巾，她会选择和衣服颜色对比强烈的。这样搭配起来，既解决了头身比例的问题，又增加了整体的时尚感。3. 发色和服装顺色，项链点缀。当头发的颜色和衣服颜色一致时，整体看起来会显得有些单调和乏味。对此，富冈佳子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就是佩戴一条有光泽的项链来打破这种单一感。如果你打算在长款衣服外面搭配项链，记得选择一条细长的款式。你还可以尝试将不同粗细的项链叠戴在一起，但要确保它们在材质或颜色上保持一定的协调性。7. 富冈佳子老了依然优雅，离不开配饰的点缀。1. 耳环。富冈佳子的穿衣风格虽然看起来简单朴素，但总是透着时尚和高雅的气息。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在搭配衣服时巧妙地使用了各种配饰，尤其是耳环。比如当她穿的衣服设计比较复杂，颜色也比较丰富的时候，她会选择小巧的浅色珍珠耳钉。这样的耳环既不会抢了衣服的风头，又能展现出女人的柔美气质。如果衣服是深色系的基础款式，她会戴上一对金色的大圆环耳环，让整体造型显得更精致。而且这种耳环和衣服的风格很搭，不会显得突兀。2. 包包。富冈佳子特别喜欢包包，她会根据不同的穿着来挑选。比如当她穿休闲装的时候，她会选择那些柔软皮质、尺寸适中的包包，而且通常会挑浅色系的，这样可以避免搭配出错。对于那些平时走干练风格，喜欢穿衬衫配半身裙的人来说，可以参考富冈佳子的选择。她会挑选一个大一些的包包，颜色可以和衣服或裙子相呼应，包包的材质可以是皮的，也可以是编织的，再加上一些金属装饰，既低调又奢华，给人一种大女主的强大气场。美丽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应该太在意别人怎么看，而是要坚持自己的美丽之道，这样我们才不会枉费时光。好了，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或者看后有所醒悟，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欢迎你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下期节目见。